注意看，这是一段1995年拳王泰森比赛中的画面。我们可以左上角发现，有人手持一台智能手机进行拍摄。可是世界上第一台智能手机于2000年推出，难道人类真的可以时空穿越吗？科学家称，时空穿越真的存在。这里是科学之眼，今天让我们来聊聊时空穿越事件。1907年的某个周日，英国一位名叫多罗西的3岁小女孩，因为调皮贪玩的下楼找妈妈时候，因意外失足从楼梯上摔倒，她的头重重地砸到台阶，便很快昏迷过去。当父母进屋催促多罗西时，却看到这样惊吓的一幕。此时的多罗西已经没有了呼吸，父母立即找来了医生。医生诊断完毕后摇了摇头，宣布多罗西已经死亡。听到这一消息的母亲立刻崩溃地瘫软在地，父亲也掩面痛哭。医生见此情形却无能无力，只好离去。1小时后，医生拿着死亡证明返回多罗西的家，与多罗西父母商量尸体的进一步安排。可是在他们谈论的期间，突然听到楼上传来了蹦跳声。多罗西母亲心里既激动又忐忑，猛地快步跑上楼。此时的多罗西正在房间里玩耍，似乎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母亲紧紧地抱住多罗西，眼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见此情形的父亲开始埋怨医生，因为医生的误诊差点伤害自己的女儿。医生也疑惑不解，他认为自己之前的诊断结果绝不会有误，可是现在看来却又不知该如何解释。随后医生再次检查多罗西的伤情，确定多罗西非常健康。医生说道，多罗西的事迹完全可以成为死而复生的典型案例。好在一切皆大欢喜，一家人又恢复了往日的安宁。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开始逐渐变得离奇。多罗西出生于1904年的英国伦敦，在从楼梯上摔下之前，她是一个调皮活泼的小女孩。可是自从那次事故后，多罗西像是变了一个人，她安静得让人难以置信。更奇怪的是，多罗西总是会做同样的梦。她经常跟母亲提到自己梦里的画面，在那里有巨大柱状建筑物铸成的宫殿，旁边还有非常漂亮的花园。她还说到这就是自己的家，她好想回家。当母亲告诉她这栋2层别墅就自己的家，多罗西总会变得非常沮丧。见此情形，她的母亲安慰问道：“你的家在哪？妈妈带你回去。”可是多罗西却回答不上来，她只说到梦到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。在此之后，多罗西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化。她的母亲发现多罗西在讲话时总是用蹩脚的英文说话，如同外地人初学英文时的样子，这令她的父母非常疑惑。鉴于多罗西年龄还小，他的父母也没将其放在心上。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变得更加离奇。在这之后的1年，父母带着多罗西前往大英博物馆观赏艺术展品。与其他的同龄人一样，4岁的多罗西在博物馆里也觉得很无聊，只跟在父母身边跑来跑去，似乎对展厅里的一切都毫无兴趣。可是当他们到达埃及展厅时，多罗西的眼里顿时有了光芒，他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。当他看到埃及雕像时，居然挣脱开母亲的手，飞快地跑上前去，抚摸亲吻埃及雕像的脚。毋庸置疑，多罗西也成为整个展厅中的焦点，所有人都开始小声议论这个小女孩。多罗西母亲也对女儿的行为感到非常羞愧。随后多罗西走向一个玻璃柜前，里面是一位埃及木乃伊。多罗西直直地看着他，他的母亲将其抱起，多罗西便挣扎地说道：“这是我的子民。”此时的他如同魔怔一般，在埃及展览厅一连待了几个小时都不愿离开。他的父母只好硬生生地将其拖走。此后的小多罗西隔3差5就会找父母带自己去埃及展览馆观赏，似乎只有在埃及展览馆的多罗西才是最开心的。就这样，他的父母都一致认为小多罗西对埃及历史尤为感兴趣，于是在多罗西7岁的时候给他买了一本古埃及的儿童百科全书，这令多罗西非常兴奋。他开始并没有观看里面的解说内容，而是直接拿起放大镜钻研象形文字。父母认为多罗西可能只是对这些奇怪的文字感兴趣，但其实多罗西是在读这些象形文字。在书中，多罗西偶然间发现了一张神妙的照片。多罗西指着这张照片向母亲疑惑地问道：“这里原来的花园呢？”母亲并不知道这究竟是哪里，于是开玩笑地询问多罗西这是什么地方。此时的多罗西开心地说道：“妈妈，这就是我的家。”这个故事并不是虚构，而是真实存在的。其实类似这样的案例并不少，在世界上有许多孩子都曾有过对其前世的记忆，但大多数家长都觉得难以启齿，或是不想出现在大众面前。但即便如此，还是有数千个记忆前世的案例被记录下来。科学家称，我们每个人在孩童时期都拥有前世的记忆，只不过我们被人秘密抽离了记忆。
在美国曾有一个著名的转世投胎案例，案例的主人公名为瑞安·哈蒙兹。在他4岁的时候，他的脑海中居然出现了本不属于自己的记忆。当时的瑞安对表演有着极大的兴趣，他经常会模仿电视里的电影情节。不仅如此，他居然非常熟悉拍摄角度和脚本台词。可是他的父母并不是演员或导演，也从来没有给瑞安传授过这样的知识。那么瑞安是在什么途径学到的呢？起初父母认为瑞安或许是在电视上略学一二，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直接让夫妻2人震惊不已。一天，瑞安对自己的母亲说，他并不是一个小孩，他有着前世的记忆。母亲听完以为瑞安在开玩笑，于是便调侃道，那你的前世是谁呀？瑞安称自己原来是一位演员，而他的家就在好莱坞。听到此话的母亲怔了一下，回想儿子过去的种种特殊行为，露出诧异的表情。接着瑞安开始详细的介绍他的上一世，他提到他在一家娱乐公司工作的事情，他也讲述了自己在巴黎度假的事情，甚至他还说到自己曾亲眼见到过丽塔·海华斯。瑞安讲述的所有内容逻辑细节非常清晰，即使瑞安在说谎，可是那些话也不并像是从一个4岁孩子的口中说出。瑞安的父母信奉基督教，他们有着坚定的信仰，从来都不相信鬼神之说，更不相信轮回转世。但是瑞安所说的这一切又好像并不是个玩笑。瑞安经常说道，我好怀念我成年的时候，因为那时的我可以随心所欲去我想去的地方。每次瑞安在电视上看到好莱坞标志时，都会激动地说到，我的家就在那。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，一天瑞安母亲带回一本书，这本书讲述了好莱坞过去的故事。瑞安拿到书便迫不及待地翻了起来，他翻到一页停了下来，指着那张图片惊呼地说道，快看，这就是我。而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马蒂·马丁，他原本是一位群众演员，后来成为一名非常有权势的好莱坞特工。他确实与丽塔·海华斯有过合作，也曾前往巴黎度假，而他的工作机构也正是瑞安口中所描述的那一家。不仅如此，瑞安还能直接说出马蒂·马丁有几个孩子以及他的家庭地址。他甚至还说出关于马蒂·马丁的50多条信息，经马蒂·马丁家人的介入，证实瑞安所说的内容全部是事实。于是瑞安的经历就成为一个典型的转世案例。瑞安也与其他多数有过转世经历的人一样，那些前世的记忆只会出现在2、3岁左右，而5岁之后，他们便会全部忘记。可是多罗西与他们却并不一样，他的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反而变得更加清晰。那么多罗西记忆中的人究竟是谁？多罗西经常前往博物馆观看古埃及文物，因为在那里他会感到无与伦比的心安。一天，多罗西匆匆地奔向古埃及展馆，一个不注意居然撞到一人，而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埃及文化研究者华莱士·巴杰爵士。多罗西连忙道歉，华莱士博士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关心多罗西为何一人出现在这里。谁知多罗西居然说道，他喜欢这个地方。听到此话的华莱士博士欣然笑了起来。显然对古埃及如此感兴趣的小女孩，她还是头一次见，于是便打算教多罗西学习象形文字。谁知多罗西居然很快便学会，这样的速度令华莱士博士连连震惊。其实多罗西并不是学习文字，而是回顾文字。很快多罗西来到15岁，他经常会在半夜醒来，然后听到一个男性声音指示着他写下一些内容，多罗西便不受控制地坐到书桌旁，拿起纸笔写了起来。当他清醒过来时，却发现那是一些混乱的象形文字，他看不懂这些内容是什么意思，而且这些并不是多罗西的字迹。经过1年的时间，多罗西就以这种方式写下了70多页象形文字内容，而这些内容也终于能够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一位名为本特雷希特的埃及妇女，出生于阿巴多斯镇。她的父亲是一名塞提第一王朝时期服役的士兵，她的母亲则是一名水果小贩。在本特雷希特2岁时，他的母亲去世。由于父亲无法照顾女儿，于是便将本特雷希特安置在神庙。那里的大祭司一直对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女孩寄予厚望，在她12岁时就将其提升为一名女祭司，前往侍奉伊西斯女神。按照规定，女祭司需要保持圣洁的处女之身，并且终身不得离开神庙。可是，在情窦初开的年纪，本特雷希特终究是破戒。几年后的一次巧合，本特雷希特在神庙旁的花园遇到当时的法老赛提一世，两人一见钟情。在爱情面前，本特雷希特将祭司誓言忘得一干二净。很快，两人便坠入爱河。两人经常在花园中相会，可是美好的时光终究太过短暂。本特雷希特发现自己怀孕，大祭司得知这一事件后非常愤怒，他逼迫本特雷希特说出他的情人，并表示不会放过他。
本特雷希特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为了保护所爱之人，本特雷希特决定以自己的生命换取爱人的安宁，于是毅然决然地选择自尽，了结自己的生命。此时你是否会疑惑，法老明明是埃及的国王，根本没有人敢伤害国王，为何本特雷希特却说是为了保护法老而自尽呢？那本特雷希特岂不是死得太冤了？其实，在古埃及，法老并不是最大的阶层，在他之上还有神灵，神的地位要远超于法老。而国王与侍奉伊西斯女神的祭司发生关系，就是对女神的大不敬。若是事情一旦败露，赛提一世少不了丑闻的侵害，甚至可能会直接失去法老之位。本特雷希特自尽的消息传到法老耳中，法老顿时潸然泪下，并发誓来生他们将永远在一起。最真实的重生事件，3000年前的古埃及法老与女祭司成功轮回转世，只为重逢。当英国女孩多罗西得知自己是古埃及女祭司的转世后，她开始想起自己前世发生的一切，想起与埃及法老那段美好的时光。她希望与法老能够再续前缘。梦中的赛提一世对多罗西说道：“只有多罗西用尽她的余生守护阿比多斯神庙，才能换来两人的重逢。” 1931年，27岁的多罗西在伦敦写作时，在期间他认识了一位名为麦奎德的埃及人。很快，麦奎德便喜欢上了这个特别的女子，于是便向多罗西求婚。多罗西想到这是自己前往埃及守护神庙的绝佳机会，于是便爽快答应下来。没人会知道，此时的多罗西幻想的并不是与麦奎德的未来，而是与赛提一世的再次见面。多罗西终于来到了埃及，在开罗，他跪下并亲吻地面，眼含热泪地说道：“我终于回家了。” 虽然多罗西与麦奎德育有一子，但是他并未爱过麦奎德。多罗西给儿子取名为赛提，这意味着他时时刻刻爱的都是法老赛提一世一个人。她甚至将自己的前世记忆直言不讳地告诉丈夫，没有感情的婚姻怎么可能会长久？最终二人选择离婚。1935年，多罗西在埃及文物部找到一份工作。 她也是第一位受雇的女性。她曾翻译过多本象形字古书，并且发布多篇有关古埃及的论文。尽管多罗西从未受过培训，但她还是成为众所周知的古埃及学专家。1952年，多罗西终于在阿比多斯镇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可是，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之后，当地人却认为多罗西是一个怪人。由于多罗西遵守古埃及宗教， 因此，他经常光着脚到处行走。更奇怪的是，晚上多罗西还会在阿比多斯神庙内祈祷和睡觉。当被问其原因时，多罗西总是会一次次地解释，因为这里是自己的家。由于轮回转世本就难以令人相信，可是多罗西也确实对古埃及有着如此深刻的了解。于是，为了搞清楚状况，1957年，新任文物主管打算考验多罗西。在这之前，考古专家并未将寺庙布局的信息传播出去。 于是外界人员并不清楚神庙内的具体位置，于是他们便让多罗西带领他们前往指定的位置。结果多罗西全部指认正确，这令所有人都非常震惊。其实这些对于多罗西来说，简直就是小菜一碟。他不仅能指认出考验中的位置，他甚至还帮助考古学家挖掘出更多未知区域。多罗西曾画出一幅详细的神庙结构图，考古学家也按照图纸上的指示挖掘出更多的秘密通道。 从此，多罗西便声名远扬，成为一个神话般的人物。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也前来拜访，请教古埃及历史难题。1964年，60岁的多罗西本应到了退休的年纪，可是他依旧想继续守护神庙，兑现自己未完成的誓言。由于多罗西是研究古埃及历史的宝贵资源，于是便获得可以继续工作的特别许可。多罗西不仅熟知阿比多斯神庙这一项古埃及遗址， 他还了解更多其他的遗址信息。他甚至曾指出埃及王后纳芙蒂蒂墓葬的位置。纳芙蒂蒂是埃及史上最著名的王后之一。她不仅有着绝世容颜，而且还有着崇高的身份与地位。在许多神庙与壁画中都曾出现过纳芙蒂蒂的身影。可是，在其30岁左右时，她就在古埃及的历史记载中消失匿迹。于是，众多考古学家都竭尽全力寻找纳芙蒂蒂的坟墓，试图揭开事实的真相。 多罗西曾指出，纳芙蒂蒂的陵墓就在图坦卡蒙陵墓附近的帝王谷内，这是赛提一世亲口所说。但是多罗西并不知道具体位置究竟在哪儿。听到此话的考古学家开始对多罗西产生怀疑，因为世人皆知帝王谷确实是王室的著名陵寝，并且他们早就对帝王谷进行了细致且全面的挖掘考察，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纳芙蒂蒂的丝毫线索。但是在50年后迎来逆转。 2015年，考古学家再次对图坦卡蒙陵墓进行深入探索。他们使用雷达，居然在精美壁画文物之后发现了一个陵墓。就在所有人将要见证事实真相的那一刻，埃及政府却发布声明，
以当地文物为由，不得在此进行挖掘。因此，纳福弟弟的坟墓究竟是否在这里，也难以证实。1981年，多罗西在埃及与世长辞，而对于古埃及的更多秘密，也将随着他的逝世永久封存，而他的经历也将成为人类史上最著名的转世事件。那么，他真的是转世之人吗？对此，一些人认为多罗西的早年经历全部是自己的个人阐述，根本没有确切证据证明，并且在寻找古埃及遗迹时，多罗西所告知的地点也并非全部精确无误，因此他的转世很可能是假的。可是多罗西也确实为古埃及历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他被尊称为埃及学的守护者。一位考古学家曾说，多罗西对古埃及的了解绝非仅凭直觉，因此多罗西究竟是否是转世之人，至此都有着不休的争论。对于这一争论，我们完全可以遵循自己的内心来对待。我们可以认为投胎转世不可能存在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，不留遗憾地过好自己的人生。再或者，我们相信投胎转世，此时死亡便不再是终点，而我们的灵魂也会在世界上永久留存。那么，你认为投胎转世是否存在呢？